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却将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揉作一团。爸爸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。爸，我不能丢下你，自己去城里上学。爸爸听了气得摔倒在地，他无力地挥舞着手臂。在石娃7岁那年，家里因为供不起他和姐姐上学，于是爸爸拿来一个铁勺。爸没本事，只能供一个。勺把转到谁就去上学。随着勺子慢慢停下，最终勺把指向了石娃。还不懂事的他高兴地跳了起来。我要上学了！姐姐虽然很失落，但也没说什么。她知道因为妈妈走得早，爸爸平时很辛苦，于是连夜为石娃赶做了一双新鞋。临走前还塞给他2个蒸馍在路上吃。姐姐看着石娃上学的身影，眼里是说不出的羡慕与心酸。他们走到一条河边，爸爸怕石娃把新鞋弄脏，于是让他把鞋脱了挂在脖子上，等到了学校再穿。河面很宽，但河水不深。石娃慢慢的趟过河，走到了对岸。爸爸在身后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。谁知刚上学第1天，石娃就因为穿了开裆裤被同学笑话。大家围着他蹦蹦跳跳，幸好女同桌帮他解了围。老师来啦！同学们一哄而散，石娃因此对女同桌心存感激。第2天，姐姐帮石娃缝好了开裆裤，又剪了很多原纸片，串成串挂在石娃脖子上，让他把学会的字写在上面，天天看就忘不了。上学路上最怕下雨，下雨河水就会长高。这天，石娃在过河时遇到了帮助他的女同桌，看着暴涨的河水，2个孩子都有些犹豫。石娃鼓足勇气带头先走了下去，女同桌这才放心的跟在后面。走着走着，河水就没过了腰，一声雷响，吓得石娃停下脚步，转过头一看，女同桌早已不见踪影，只有一把花伞孤零零的飘在水面上。石娃吓得急忙往家跑，浑身颤抖的躲在角落里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当他再见到女同桌时，善良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石娃忍不住哭了，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，给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阴影。从此石娃就不敢再过河去上学了。他白天出门，到点就假装放学回家，一连逃了3天课。很快学校就通知了爸爸，爸爸恨铁不成钢，把石娃狠狠揍了一顿。姐姐心疼的在门外劝爸爸不要打，他让石娃赶紧给爸爸认错。可即使屁股都肿了，石娃也没喊一声，直到爸爸问他：“你对得起你姐吗？”爸爸的话让石娃愧疚的哭了起来。第2天，石娃一瘸一拐的去上学，因为对那条河的恐惧，他在路上不停找借口不想上学，一会儿说脚扎刺了，一会儿说肚子疼。见爸爸没有理会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很快他们就来到河边，虽然河水已经退了，但他心里还是害怕。石娃小心翼翼的下水，可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，回头看着一脸严肃的爸爸。石娃大吼一声为自己壮胆，他鼓起勇气朝对岸跑去，可他刚跑出几步就又停了下来，心里的恐惧让他大哭起来。这时爸爸默默走到他面前，他弯下腰将石娃背了起来。学要天天上，一天也不能含糊。你是一个男娃，办啥事都要有个结果。爸爸用宽厚的脊梁帮石娃托起了求学之路，从此他便再没逃过学。很快石娃要上初中，开始住校了，可高昂的学费又成了爸爸的心病。他是个庄稼人，学费都是地里的粮食丰收后卖了钱才能交，可如今30块的学费对家里来说就是天价。学校的条件很艰苦，教室里停电他们就点蜡烛，冬天的宿舍很冷，同学们想要吃口馒头，结果馒头被冻得像块石头，大家就用热水泡开了再吃，吃完还要打闹一会儿，这样就没那么冷了。这天石娃的姐姐来学校看他，她把学费交给石娃，还给他带了热腾腾的包子。妈妈走得早，姐姐就像妈妈一样疼爱着石娃。看着本该上学的姐姐，石娃忍不住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：“我一直觉得爸有点偏心。”“你胡说啥呀？”“就是他让我上学，不让你上，让你拉屎做饭下地干活，要让你上，你现在就是大学生了。”姐姐听完红着眼睛低下了头。“姐，你咋了？”“姐没啥。”石娃的话让姐姐倍感温暖。姐长这么大，没人对姐说过这样的话。她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，就算当年那把勺子指的是自己，她依然会把上学的机会让给石娃。姐姐嘱咐石娃要理解爸爸，他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不容易，要多记爸爸的好。看到石娃回宿舍和同学打成一片，姐姐心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等到石娃周末回到家，发现门上贴着大红喜字，她意识到不对劲。“姐，我姐呢？”“嫁人了。”石娃这才知道自己的学费竟然是姐姐的彩礼。你和这门亲事，全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那都说好合适，人老四个。你咋不把你闺女嫁过去？”“哎，啥话了这是？”石娃愤怒地朝父亲喊：“我喊你！啥说话了？这是要打你吗？
别打我吧！施娃跑到村口，却也追不上迎亲的队伍。可即便能追上，他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姐姐走后，家里就剩下父子俩。施娃要一边学习一边承担家里的部分家务。和面的时候，不是面多了就是水多了。干了，加水。耶，又稀了，加面。又干啦！最后父子俩只好喝起了面汤。虽然施娃不会做家务，但在学习上却一直很刻苦。他每次都能考年级第一。张老师看到施娃的化学天赋，便让他报名参加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，还帮他垫付了报名费。我不要，不要啥不要，又不是给你的。张老师知道施娃自尊心强，于是让他给自己打了欠条。等施娃走后，张老师的钢笔突然不出墨水，于是他顺手就拿起欠条擦了钢笔，然后当废纸扔掉。在张老师的辅导下，施娃最终在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拿下了甘肃赛区的第1名。学校为他举办表彰大会，校长让施娃发表获奖感言。施娃向校长和老师们深深鞠躬，却不知该讲些什么。张老师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上学的机会是赚少赚来的。我妈死得早，我爸供不起我和姐姐一块上学，少爸偏偏指向了我，我就上了学。我姐姐退了学。施娃说出了对姐姐的心疼和愧疚。爸爸看着施娃的获奖证书擦了又擦，历经沧桑的脸上满是掩不住的骄傲。回去的路上，爸爸开心的像个孩子，逢人就夸施娃有出息。施娃得了个奖，还是全国的奖。这施娃的奖就是我这一巴掌打出来的嘛。施娃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姐姐，姐姐也替她感到高兴。可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总找苦命人。爸爸在一次干农活时不小心摔断了腿，躺在家里不能动弹。施娃想请2天假照顾爸爸，可爸爸不想因为自己耽误施娃的功课。施娃见拗不过，便给爸爸留下吃的，然后上学去了。课堂上，施娃的铅笔芯突然断了，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，他慌忙收拾书包跟老师请假。等他赶到家时，爸爸已经中风说不出话了。村民们一起抬着爸爸送到医院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可他半个身子却成了瘫痪，吃饭时连勺子都拿不稳，半天都吃不到嘴里。爸爸一时无法接受，伸手打翻了桌上的饭菜。施娃听见声响冲进了屋，他默默收拾着地上的碎片。从此以后，施娃不再住校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施娃一放学就往家跑，一边为爸爸吃饭喝药，一边还要兼顾学业。尽管每天都很辛苦，但施娃的功课却丝毫没有落下。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大学。张老师亲自给他送录取通知书，这可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村民们敲锣打鼓来施娃家里庆祝，爸爸在人群中笑得很开心。看着爸爸，施娃脸上却渐渐没了笑容。学校离村子100多里路，他去上师范，爸爸怎么办？他放不下爸爸，也放不下上学。施娃落寞地离开人群，满脸愁容地坐在外面。张老师跟了出来，他告诉施娃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试试朗诵古诗词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诗中的豪情壮志让施娃的愁绪一扫而空。第二天，他跑去姐姐家报喜，姐姐拿出刚做好的新鞋，让施娃上学的时候穿。这场景就跟施娃第一次上学时一样。爸爸一个人在家，他拖着半边身子生火做饭，却不小心让火星引燃了身边的麦秆。幸好村里人及时发现，将他抬了出来。他本想证明可以一个人生活，却差点把厨房烧了。爸爸坐在村口等着施娃回家，他让施娃提前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。施娃说姐姐要把她接过去照顾，却被爸爸一口拒绝。你姐嫁人呢，是人家的人，他已经耽误了女儿一辈子，不可能再去拖累她。你咋有今天？你姐咋嫁的人？我现在这样，说啥还不能拖累你姐。爸爸吃力地挪着身子回了家，施娃愣在原地，内心五味杂陈。第二天，爸爸找到村长想申请无保护，可申请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无儿无女，显然他不符合条件。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，可施娃丝毫没有要走的打算。爸爸发现被施娃揉作一团的录取通知书，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施娃说他不上学了，他要在家里照顾爸爸。爸爸听完勃然大怒，你敢！说着就要扬起拐棍去打施娃，结果失去平衡摔倒在地。施娃连忙去扶爸爸，爸爸却用尽全力挥动手臂拍打着他，直到没了力气，他嘴里还在念叨：要上学。爸，我养你，我能养你。回到屋里，爸爸再次转动勺子，一边是施娃的录取通知书，一边是自己。这次勺把转向了爸爸，他决定不再连累施娃。晚上，施娃被狗叫声吵醒，开灯一看，爸爸不在床上，他顿时大惊。狗在院里对着水井狂叫，施娃知道爸爸跳井了，他
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一把抱住父亲，拼尽全力把他从井中救出。爸爸瘫坐在井边，一言不发。见此情景，石娃只好答应去上学。我去上学。爸，不想拖累你。爸，石娃。父子俩伸出手，紧紧握在一起。第二天，村长带人找到石娃，大家经过商量，决定共同照顾爸爸，让石娃安心进城念书。可石娃拒绝了大家的好意，他已经托张老师在城里租了房子，他要背着爸爸去上学。爸爸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和家具，石娃用架子车拉着爸爸离开了村子。爸爸什么也没拿，只从墙上摘下那张奥林匹克竞赛冠军的证书。他们再次来到河边，小时候是爸爸背着石娃过河，可现在爸爸老了，石娃走到爸爸身边，他背起爸爸向河对岸走去，正如当年爸爸背起他一样。夕阳的余晖下，石娃背着爸爸趟过人生漫长的河。16岁少年坚毅的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后来的石娃考上了博士，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。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如果你身边有不爱学习的孩子，不妨让他看看石娃的故事。